你是不是一直在等一个转机，等一个所谓的对的人，或者等一个从天而降的机会，好把你从现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里拽出来？听着，那是弱者的幻觉。我见过太多的聪明人在挣扎，他们拥有过人的天赋，却总是在渴望外界的救赎。我想告诉你一个残酷但极其有用的真相：众生皆苦，唯有自度。这句话不是我说的，是一位对人性有着深刻洞察的思考者莫先生留给这个世界的箴言。他深耕心理学和哲学多年，看透了皮囊下的惶恐。今晚我想邀请你把目光从那个该死的手机屏幕移开，或者说从外界的所有杂音中移开，跟我一起完成一场对你内心的温柔巡视。为什么现在的你越来越不愿意倾诉了？你可能会说，成年人的世界，烦恼说出来都是矫情，或者你怕自己的负面情绪变成别人的负担。但我告诉你，这背后有一个更高级的逻辑。你终于开始识破孤独的本质了，你开始意识到，语言在真正的痛苦面前是多么苍白。你以为找个人倒苦水就能解决问题，但现实是，没人真的在乎你的委屈。你的难过在别人眼里不过是一段无关痛痒的背景音乐。真正的觉醒是从你停止向外求索那一刻开始的。与其费尽心思让别人理解你，不如把这些能量收回来，放在你自己身上。这需要一种有序的向内探索。我把这条路划分为4个关键的检查站：在喧嚣中找回静默，在孤独中学会自爱，在关系中达成自洽，在伤痛中实现自愈。这些环节不是独立的，它们像复利曲线一样环环相扣。如果你能走通这条路，你就能在人生的迷航里找到那个永远不会失效的罗盘。你以为找个人把心里的委屈倒出来，问题就化解了吗？别天真了。在量子的世界里，每个人的观测频率都不一样。你的绝望在别人眼里可能只是一段无关痛痒的背景噪音。与其费尽心思去寻求那种廉价的，甚至可能产生错位的理解，不如把散落在外的观测能量收回来，投向你自己。咱们先聊聊第一件事儿，如何在喧嚣中完成自我的重启。你想想你的早晨是怎么开始的？闹钟一响，你的意识还没完全回归身体，手已经伸向了那个黑色的发光体。微信的红点，跳动的头条，各种短视频的 BGM， 海量的信息像潮水一样瞬间把你的脑电波淹没。你不停地刷，生怕错过什么，但实际上你错过了最重要的一样东西，你自己的节奏。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叫感官过载，在能量学上叫频率耗散。你的一天还没开始，你的能量就已经被那些无关紧要的噪音吸干了。真正的静不是让你搬到深山老林里去当隐居者，那叫逃避，不叫修行。真正的静是你在熙熙攘攘的地铁里，在甲方不断的催促声中，内心依然有一块地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就像暴风雨中心的风眼，外面天崩地裂，中心点纹丝不动。你有没有这种体验？刷短视频的时候，你明明只想要5分钟的娱乐，结果回过神来1个小时没了。更可怕的是，当你看着屏幕里那些被滤镜修饰过的成功生活，你的能量场会瞬间跌落。你会觉得别人都活得那么精彩，而我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一无是处。这就是噪音对灵魂的腐蚀。我建议你尝试一个非常纳瓦尔式的方法，每天强制给自己留出10分钟的零输入时间，关掉手机，关掉音乐，甚至关掉灯。你就坐在那儿，看看窗外的云，听听风划过建筑缝隙的声音，或者干脆盯着虚空发呆。这时候你要问问自己，今天这些所谓的烦恼有多少是别人强加给我的？哪些声音只是毫无意义的熵增？这就像是在给你的操作系统进行磁盘清理。当你清除了那些冗余的垃圾文件，你会发现系统运行的轻快多了。这种清明就是你对抗这操蛋世界的底气。接下来说说第2点，
在孤独中自爱。我发现很多人患有独处恐惧症，一个人吃饭要看吃播，一个人走路要塞耳机，一个人在家哪怕不看电视也要让他想着，仿佛只要安静下来，那种虚无感就会像野兽一样扑过来。但你要明白，孤独和独处是两码事。孤独是匮乏，是你在向外乞讨关注，而独处是丰盛，是你在跟自己约会。我们愿意花大笔的钱去讨好伴侣，花无数的时间去应酬客户，却唯独不愿意花一点点心思来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。这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荒谬吗？从你出生到你化为星辰，唯一一个永远不会背叛你，永远陪着你的人，只有你自己。我认识一个曾经身价过亿的企业家，叫他老李吧。老李以前最怕独处，他的生活被各种酒局和会议填满，他觉得只有在人群的簇拥下，他那个名为自我的容器才是满的。后来他遭遇了严重的债务危机，身体也垮了，所有的社交瞬间烟消云散。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，他被迫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。他开始学着一个人泡茶，一个人去公园观察那些甚至叫不出名字的花草。他告诉我，他活了50年，直到那一刻他才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。他说，以前的热闹像是在吸毒，短暂的亢奋后是巨大的空虚，而现在的安静却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。当你真正学会和自己相处，你会发现你体内的那个小宇宙其实非常热闹，你有你的星辰大海，有你的四季更迭，这份完整根本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来填充。所以下次觉得独处难熬的时候，试着去享受那份寂静，去体验那种全然回归的感觉。你会发现那种滋味比任何狂欢都要深沉，都要滋养。然后我们必须面对那个最让人头疼的问题，关系，如何在关系中自洽。人不是孤岛，我们被父母、伴侣、朋友、同事织成的一张大网紧紧缠绕。很多人的能量流失，本质上是因为他在关系中把自己活成了一根藤蔓。如果你是一根藤蔓，你必须缠绕着树才能向上生长。你交出了自主权，也就意味着你交出了生命力。早晚有一天，你会随着树的枯萎而枯萎，或者因为过度缠绕而被剪掉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最健康的关系模式应该是2棵树，我们并肩而立，根在地下交错，枝叶在风中致意。我不需要依附你，你也不需要迁就我。很多人在感情里表现得像个乞丐，对方喜欢什么，你就伪装成什么。对方不回消息，你的整个世界就开始崩塌。你以为这是爱，不，这其实是控制和恐惧。一个连自我都丢了的人，是不具备发光能力的。没有光，你怎么吸引别人？你只能像个黑洞一样不断索取，最后把对方也拖入疲惫的深渊。记住3个原则，这能救你的命。第一，守住底线，别为了那点卑微的安全感，把自己的原则踩在脚底下。第二，留出空间，再亲密的关系也需要一点氧气。距离不是冷漠，是尊重彼此作为独立生命个体的尊严。第三，持续进化，永远不要为了任何人停下你成长的脚步。你要记住，你是独一无二的频率，你活出自己的光芒，自然会吸引到同频的灵魂。如果没有，那说明你现在的频率还需要升级，而不是去降低频率，迎合那些不属于你的噪音。最后，我想聊聊最扎心的一部分，在伤痛中自愈。我非常喜欢一个词，叫反脆弱。这个世界充满了随机性和不可控的伤害，失恋、失业、背叛、疾病，这些东西就像是一块块重石，压在我们的心口。很多人会告诉你，时间会治愈一切。我要告诉你，那是骗人的。时间什么都不治愈，它只会把伤口掩埋。如果你不学会释怀，那个伤口会在阴暗潮湿的心底发酵、溃烂，直到彻底毁掉你的防御系统。能治愈你的，只有你自己的觉知。
想象一下，你是一个容器，伤痛是倒进来的苦水。你有2个选择，要么让苦水溢出来，把你整个人淹没，要么把你自己这个容器做大。当你的格局大到像大海一样时，那几滴苦水除了增加一点矿物质，还能把你怎么样？我有个朋友叫小芳，几年前因为一个决策失误，赔光了所有积蓄，还背了一身债。那时候他几乎要崩溃，整天关在屋里。但他后来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，他说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如果我不把这件事儿当成一个句号，那它就是一个逗号。他开始去送外卖，去写代码，去打3份工。他不是在机械的还债，他是在用这种极致的魔力来重塑自己的灵魂。他说，当他拿到第一笔还清债务的回执单时，他感觉到自己体内的某种东西彻底变强了。那次失败成了他人生中最宝贵的燃料。自愈不是忘记，而是和解。是当你再次看到那个伤疤时，你不再感到疼痛，而是感到一种勋章般的荣耀。就像握着一块烧红的铁，放手不是为了原谅铁，而是为了救你自己的手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已经明白了什么是自渡。人生就是一场自律的修行。遇到坑了，别坐在那儿等直升机，自己手脚并用爬出来。心里难过了，别指望谁能感同身受，自己抱抱自己。当你经历过那种叫天天不灵，叫地地不应的时刻，并且靠着自己的一口气撑过来之后，你会发现你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你了。你不仅走出了困境，你还获得了一套属于你自己的无坚不摧的防御系统。在这个量子宇宙里，你的心就是那个观测器，你观测到的是阴暗，你的世界坍缩出来的就是阴暗；你观测到的是力量，你的世界坍缩出来的就是生机。你想改变世界，省省吧，你连你妈都改变不了，你唯一能改变的就是你看这个世界的眼光。同样是一场雨，有人看到的是泥泞，有人看到的是洗涤。你的心变了，你周遭的能量场就变了。别再去纠结什么最好的选择了，这世上哪有什么完美的路径，你选了哪条路，就把哪条路走成风景。纠结才是最大的能量内耗。站在岔路口，选一条顺眼的走下去，哪怕前面是悬崖，你也能学会如何在坠落中长出翅膀。哪怕是关于原生家庭那些破事儿，也别再纠结了。你可以选择永远当一个受害者，也可以选择在这一刻正式宣布你的第2次出生。第1次生命是父母给的，那是出厂设置；第2次生命是你自己给的，那是系统升级。当你意识到你可以重新定义自己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自渡。读懂这些，不是为了让你变得冷漠，而是为了让你变得通透。自渡是一种清醒的人生态度，它让你明白，别人可以陪你喝酒，但不能替你醉；别人可以给你指路，但不能替你走。今晚，在你临睡前，给自己10分钟，别刷手机，别想工作，就跟自己待一会儿，问问那个住在你身体里的小人儿，这一天，你辛苦吗？有什么想哭的就哭出来，有什么委屈就自己咽下去，化作力量。当你学会了倾听自己，你就已经开启了那个神圣的自渡程序。你会发现，原来你一直等待的那个救世主，其实一直就坐在你的对面。你会明白，人生的终极安全感从来不是别人给的，那不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，也不是某段稳固的关系，而是你深知，不管未来发生什么，不管你掉进什么样的境遇，你都有能力把自己完整的、体面的渡到彼岸。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，能成为自己最稳健的摆渡人，在波涛汹涌的命运里，不急不躁，缓缓驶向你心里的那个彼岸。感谢你看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这段分享能给你带来哪怕一点点频率的提升，请记得点个赞，订阅这个频道，并开启那个象征觉醒的小铃铛。你的每一次支持，都是在为这个世界的正向能量场添砖加瓦。愿你在属于自己的时区里，
驶向理想的彼岸。